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我将带你从引力真空星到白洞，从暗能量到多重宇宙，沉浸了解那些只存在于物理方程中比黑洞更诡异的宇宙奇观。你可以点赞收藏，找个舒服的姿势睡觉了。在科学界，我们总是尽最大努力去证明假说，但这尚未被证实，并不代表它就不真实。以黑洞为例，早在1916年，卡尔·施瓦西就在广义相对论的框架内预见到了黑洞存在的可能性，而约翰·米歇尔利用牛顿力学，在更早的1783年就假设了它们的存在。这意味着，在基于相对论的55年间，或是基于牛顿物理学的188年间，我们一直知道黑洞在理论上是可能存在的，却从未真正见过它。直到1971年，人类才确切地发现了第一个黑洞——天鹅座 X1。如果这种先理论后发现的事情发生过一次，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它会再次发生。在科学可能性的浩瀚海洋和各种奇思妙想中，或许存在着许多我们在理论上预测过，但目前尚未观测到的奇异恒星和奇怪物质形态。你可能觉得黑洞已经够诡异的了，但是黑洞再怎么诡异，至少已经被看到了。我们今天要聊的是那些还没被看到的，至今还困在方程里，等着人类去证明的东西。你可能会想，这不是纯瞎猜吗？数学方程解出来的东西多了，大部分不都只是数学游戏吗？话不能这么说。海王星1846年发现之前，它的存在是法国数学家勒维耶靠牛顿方程算出来的。他算完，写封信寄给柏林天文台，信的末尾说，请把望远镜对准某某坐标。柏林那边当晚就找到了反物质。1928年，狄拉克从他的方程式里看见了一个不应该存在的负能态解，他觉得荒谬，但又不敢否认，硬着头皮预演了正电子。4年后，安德森在云雾室里真的拍到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1948年，加莫夫就算过。直到1965年，2个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被鸽子屎困扰时，才意外发现。所以说，物理方程不是随便玩玩的数学游戏。如果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在绝大多数案例中都经住了检验，那他们预测的其他东西有极大概率也在宇宙的某个角落里等着我们。那么问题来了，还有哪些东西现在只存在于方程里？我来列几个，它们每一个都比黑洞更颠覆你的认知，每一个都曾经或正在让物理学家睡不着觉，每一个都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里从方程走向现实，就像当年的黑洞一样。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引力真空星，一种看起来和黑洞一模一样，但内部没有起点，没有事件世界，由暗能量撑起来的天体。白洞，广义相对论，数学的另一半，黑洞的对立面，只出不进。而且有理论认为，我们的宇宙大爆炸本质就是一个巨型白洞。暗能量和宇宙学常数的诡异巧合，量子理论预测的数值比实际观测高出10的120次方倍，物理史上最烂的理论预测。如果不是这个错误恰好发生，宇宙早被撕碎了，你我根本不存在。还有多重宇宙，不是一个比喻，是严肃的理论物理。在数十亿个参数随机的宇宙中，
绝大多数一片死寂。我们恰好住在那个掷对骰子的宇宙里。这些就是你接下来要听到的东西，做好准备。有些地方会有点我靠，但别担心，听完之后你会发现，知道真相比无知更让人平静。说真的，一颗恒星能活多久，取决于一件事，它能不能在想把自己压死的引力和想把自己炸飞的核聚变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恒星这玩意儿本质就是一个巨大的氢气球，内部的核聚变产生向外的辐射压，顶住引力向内的挤压，这个平衡一走就是几十亿年。太阳已经走了46亿年，还能再走50亿年。但任何一颗恒星，燃料总有烧光那一天。当核心的氢烧完了，恒星开始烧氦，氦烧完了烧碳，碳烧完了烧氧。一颗足够大的恒星能一路烧到铁。铁这元素很特殊，它不是不能核聚变，是核聚变后释放的能量小于投入的能量。换句话说，烧铁不但不赚钱，还赔本儿。铁核心一形成，向外的辐射压瞬间归零，引力说了算。接下来的事快得不可思议，铁核心在不到1秒内坍缩，电子被压进质子，变成中子。如果这颗恒星的残骸质量小于太阳的1.4倍，电子之间的简并压力能撑住。你在物理课本里学过泡利不相容原理，同一个量子态不能有2个完全相同的电子。这个量子力学禁令就像给电子之间安了隐形的弹簧，不让它们挤在一起，这就是白矮星。1汤匙的白矮星物质重达5吨，但它确实是一颗实实在在的天体，不会继续坍缩。如果残骸质量超过1.4倍，但小于大约3倍太阳质量，那连电子的简并压力也撑不住了。电子被塞进原子核，和质子结合成中子，整个星体变成一颗由中子简并压力撑着的中子系统，这就是中子星。1汤匙中子星物质重达1亿吨，比地球上所有汽车加起来还重。但如果残骸质量超过3倍太阳质量，中子的简并压力也不行，泡利不相容原理保护不了中子了，物质会继续坍缩下去，没有任何已知的力能够阻止它，坍缩成一个无限小的点，一个密度无限大的起点，外面裹着一层事件世界，这就是黑洞。至少传统教科书是这么说的。但你在前面几段里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我说，没有任何已知的力能够阻止它，关键就在于已知2个字。如果有什么东西我们还不知道的，或者知道但没有考虑进来，那坍缩的故事就不一定是这种结局。2001年，物理学家帕维尔·马祖尔和埃米尔·莫托拉提出了一个炸裂的想法：如果恒星坍缩到极端条件时，量子真空本身的能量开始起反作用呢？量子场论告诉我们，真空不是空的，真空中不断有虚粒子对产生和湮灭，这个翻腾的过程产生了一个不为零的真空能。在通常情况下，真空能太小了，你根本感觉不到，但在恒星坍缩的极端密度和压强下，真空能可能会被激发到一个恐怖的水平，产生一种具有负压的奇异物质态。负压是什么概念？常规压强是向外推的，就像你吹气球时，里面的空气在把气球壁往外撑，但负压是向内拉的，
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产生一种等效的排斥引力。听起来很违反直觉，其实不完全是。你想想，宇宙本身，暗能量就是一种负压，它在让宇宙加速膨胀，再把空间本身往外推。引力的等效原理告诉我们，能量是引力的源，压强也是引力的源，负压对引力的贡献是相反的。所以一颗内部充满负压真空能的天体不会坍缩，因为引力被负压的排斥效应抵消了。马祖尔和莫托拉管这种假想天体叫引力真空星，缩写来源于英文引力真空星的全称。它的结构就像一个三明治，最里面是一团由暗能量或量子真空能构成的核心，具有强烈的负压，压强等于负的能量密度，负的能量密度的压强。核心外面裹着一层极度致密的超薄物质壳，厚度可能只有几个普朗克长度，但这层壳密度大到离谱。壳的外面是空的，史瓦西时空，就是你在普通黑洞外面能看到的那种弯曲时空结构。关键的颠覆来了，引力真空星没有起点，它的内部不是无限密度的一个点，而是一团有结构、有体积的真空能泡。它也没有真正的事件世界，因为那层超薄壳阻止了光和信息被永久锁住。从外面看，它几乎和黑洞一模一样。引力透镜效应、吸积盘、X 射线辐射，你拿望远镜看根本分不出区别，但从里面看它是通的，信息可以留存在壳层内，不会永远消失。有意思的是，2024年，哥德大学的物理学家丹尼尔·詹波斯基和广义相对论权威卢西亚诺·雷佐拉在《物理评论》地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给引力真空星理论来了个升级版。他们在爱因斯坦场方程里找到了新的动态解析解，证明恒星在引力坍缩过程中可以卡住，停在引力真空星的状态。更妙的是，他们还证明了引力真空星可以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嵌套，一个引力真空星里套着另一个更小的引力真空星，一层套一层。他们把这种嵌套结构叫做嵌套引力星，也就是嵌套引力星。你听听，这事儿有多离谱！你以为黑洞已经是宇宙终极形态了，结果有一种东西长得跟黑洞一模一样，但内部结构像俄罗斯套娃。你站在它外面看，吸积盘在转， X 射线在喷，什么都像黑洞，但它的内心是一团暗能量，核心压力被暗能量抵消，引力被负压中和，没有起点，没有信息悖论。落入其中的信息不会消失，而是被压缩存储在超薄壳里。如果说黑洞是宇宙里的墙，引力真空星就是门。你看，过去是一堵墙，但你走过去可能就穿了。当然，也别高兴太早，引力真空星至今还只是纸面上的存在。世界望远镜拍到的梅西耶87黑洞照片，只能说排除了裸起点和虫洞的可能性，但完全不能排除引力真空星，因为引力真空星的外部表现和黑洞实在太像了，现有的观测精度根本不够区分。这也意味着，过去几十年里，我们认定的所有黑洞候选体，从天鹅座 X1 到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探测到的引力波合并事件，从理论上讲，都有可能是引力真空星，而不是黑洞。
说句扎心的话，我们至今从来没有直接证明过任何一个天体是真正的黑洞，有起点，有事件世界，光逃不出来的那种。我们观测到的都是某些极大的质量集中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至于那个空间里到底是起点还是真空能泡，对不起，看不到。想想这件事有多可怕，人类物理学花费了半个世纪建立的黑洞图像，包括霍金辐射、信息悖论、黑洞热力学，所有这些理论可能都是一座建立在流沙上的城堡。如果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我们搞错了黑洞的内部结构，那后续的所有理论都需要重新审视。我不是说黑洞一定不存在，有几十种独立证据表明宇宙中存在物理尺寸极小的超大质量致密天体。我是说，那个东西的内部到底是什么？起点还是俄罗斯套娃式的真空能泡？我们完全不确定。而引力真空星给了我们一个可能性，宇宙比我们想象的更精巧，它甚至不忍心让一个起点真正存在。如果黑洞是宇宙里只进不出的无底深渊，那根据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宇宙必须还有一个只出不进的喷泉，这个喷泉叫白洞。你肯定想问，如果白洞存在，我们为什么从来没看见过？问得好，答案可能让你头皮发麻。也许我们看见过，只是没认出来。我们先说白洞到底是什么。广义相对论处理的是时空几何，而时空几何可以用一种叫彭罗斯图的工具来描绘。彭罗斯图把整个宇宙的时空压缩到一张有限大小的图里，让你一眼看清因果结构。在彭罗斯图上，黑洞是一个只进不出的区域，一切世界线都指向黑洞内部，没一条能出来。但广义相对论的数学是对称的，如果你翻转时间方向，原来的黑洞解就变成了一个只出不进的解，一切世界线都从里面往外喷，没一条能进去。这就是白洞。所以白洞不是某个物理学家一拍脑门想出来的概念，它是相对论数学里的必然。广义相对论的场方程是时间对称的，如果你找到一个解，把它时间反转，你得到另一个解。黑洞的解存在，白洞的解就一定存在。问题是，数学上的存在和物理上的存在是两码事。就像你解二次方程，负根也是一个解，但在大多数物理场景里，你把负长度扔掉，因为那没意义。白洞在物理上有什么意义？要理解这个，我们得从旋转黑洞说起。前面说的史瓦西黑洞是不旋转的，但在真实宇宙里，几乎所有黑洞都在旋转。它们从坍缩的恒星那里继承了角动量。旋转黑洞的内部结构比史瓦西黑洞复杂得多。一个旋转黑洞有两个世界，外世界和内世界。穿过外世界，你已经进入了常规意义上的黑洞，外面的人再也看不见你了。但如果你继续往里掉，穿过内世界，时空结构会发生一个诡异的翻转，时间方向和空间方向重新定义了。在这个区域里，理论上存在一条通道，爱因斯坦和罗森最早算出来，后来被称为爱因斯坦罗森桥。这个桥就是一个虫洞，穿过虫洞，你会从哪里出来？广义相对论的彭罗斯图给出了答案，你会从白洞出来，而且不是你原来的那个白洞，你可能进入另一个宇宙。这听起来像科幻小说，
但这是从爱因斯坦的方程里算出来的，是结结实实的数学结果。虫洞连着白洞，白洞连着另一个时空，这就是旋转黑洞内部时空结构的完整图景。当然，别急着想象坐飞船去穿越，这不是什么星际穿越里的浪漫旅程。虫洞极不稳定，可能在形成的瞬间就坍缩了，而且进入黑洞内部的物质会受到巨大的潮汐力，你还没到内世界就已经被拉成意大利面条了。但原理上讲，这个结构确实存在，在方程里。现在我们把时钟拨快，物理学家很快意识到，如果黑洞真的通过霍金辐射不断蒸发质量，那黑洞应该越来越小。霍金1974年算出来，黑洞不是完全黑的，量子效应允许粒子从事件世界附近隧穿出来，带走能量和质量。一个太阳质量的黑洞要蒸发完，需要10的67次方年，比宇宙现在的年龄大了不知道多少数量级。但理论上它确实会蒸发光。那蒸发光之后呢？黑洞缩小到普朗克尺度，大约10的-35次方米。这时候量子引力效应不能再被忽略，但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至今没有统一，所以没人真正知道普朗克尺度下会发生什么。劝量子引力理论的物理学家出手了。卡洛·罗韦利和其他圈量子引力学者算了一件事：如果把圈量子引力应用在坍缩和蒸发过程中的黑洞上，当黑洞缩小到普朗克尺度时，量子隧穿效应会把黑洞变成白洞。这个转变不是慢慢来的，而是一个剧烈的量子跳跃。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原先被黑洞吞噬的所有信息不会消失，白洞会把它喷回去。你听明白了吗？这解释了物理学家吵了半个世纪的黑洞信息悖论。信息悖论是这么来的：量子力学说信息不会凭空消失，你把一本电话簿扔进火里烧了，只要你有足够精确的仪器追踪每一个分子，你理论上能还原那本电话簿的内容。信息只是被打散了，不是没了。但霍金的计算说，霍金辐射是纯粹的热辐射，完全随机，不携带任何关于落入物质的信息。如果黑洞蒸发光了，里面的信息就真的从宇宙里消失了。这直接违反了量子力学。物理学家为此吵了50年，提出了几十种解决方案。罗韦利一派的解答极其优雅，落入黑洞的信息根本没有消失，它在黑洞内部被储存着，等到黑洞变成白洞的那一瞬间，全部喷出来。黑洞是收件箱，白洞是发件箱，信息没丢，只是延迟送达。而且罗韦利还提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白洞转变之后，时空的微观结构里会留下大量残留白洞，极小极小的普朗克尺度的白洞。这些残留白洞可能至今仍在宇宙中漂浮，它们偶尔会喷出一点点能量，但整体上极暗极稳定，根本探测不到。换句话说，白洞可能到处都是，只是小到我们永远看不到。那你可能想问，如果白洞只出不进，那最初的白洞是怎么来的？这是个哲学问题。罗韦利的回答是，也许白洞不是由黑洞转过来的，也许白洞就是时间的开端。想想宇宙大爆炸，在138亿年前，一个密度无限大、温度无限高的起点爆炸了，喷出了整个宇宙的质量和能量。这个描述，你仔细想想，是不是和白洞的定义一模一样？一个点只出不进，疯狂喷涌物质和能量，
喷了138亿年还没喷完。也许宇宙大爆炸就是一个巨型白洞，在某个更高维度的时空里，有一颗恒星坍缩成了黑洞，它的另一面白洞炸出了我们的宇宙。当然，这只是猜想，但这种猜想的美妙之处在于，它把宇宙起源和量子引力理论融合在同一个框架里，不需要另外发明一个大爆炸起点这种没人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概念。说句不客气的，黑洞起点这个概念本身就透着尴尬，密度无限大，体积无限小，什么东西能无限？数学里无限大的意思是，这个量我处理不了。起点不是物理实体，是理论的墓碑，它在告诉你，到此为止，你的公式失效了。白洞理论至少提供了一个不靠无限大来解释的路径。黑洞变成白洞，量子隧穿完成，没有起点，没有无限密度，信息也不丢失。你觉得哪个更像真的？1998年，两个独立的天文学家团队各自干了一件他们认为很常规的事，观测遥远的一类 A 型超新星，想测一下宇宙膨胀速度到底是多少，顺便看看引力有没有在慢慢减速。结果呢，宇宙不但没有减速，反而在加速膨胀。这个结果离谱到什么程度？就像你往上扔一个球，它不落下来，反而越飞越快，牛顿的棺材板都快压不住了。引力是把东西往一起拽的，宇宙中的星系团不减速往一块掉好像没什么问题，但离得越远跑得越快，而且还在加速，这不合理。当年这两个团队的领头人索尔、珀尔马特、布莱恩、施密特和亚当里斯，因为这个发现拿了201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理由，他们发现了驱动宇宙加速膨胀的幕后推手——暗能量。暗能量到底是什么？说实话，没人知道。我们只知道它的效果，一种均匀分布在整个空间中的能量场，具有负压，产生的不是引力，而是反引力。它不把空间往里拉，而是把空间往外撑。就好比你有一个气球，你往外吹气，它能鼓起来，但暗能量使气球本身就自己往外胀，不用吹。从观测数据来看，暗能量占了宇宙总能量密度的68%。你体内每一个原子，你脚下的地球，你看到的银河系中每一颗恒星，这些发光发亮的普通物质加起来只占不到5%，暗物质占27%左右。暗能量一家独大，我们统治的宇宙其实不归我们管。但暗能量真正让人睡不着觉的地方，不是它占了多大比例，而是一个被称为宇宙学常数问题或真空灾难的东西。你记得前面引力真空星那一章我们说过吗？量子场论预测真空不是空的，里面翻腾着虚粒子对，这个翻腾的过程有一个不为零的零点能。那你能不能算一下整个宇宙真空的总零点能应该是多少？从理论上讲，你只需要把宇宙中所有已知量子场的零点能全部加起来就行了。听起来很难，但物理学家真的算过，算出来是多少？大约10⁻73次方焦，每立方米。实际观测到的暗能量密度是多少？大约10⁻9次方焦，每立方米。理论预测是实际观测的10⁻120次方倍。10⁻120次方是什么概念？你看过宇宙有多大吗？
把整个可观测宇宙里所有原子的数量算一下，大概是10的80次方左右。10的120次方，比宇宙里的原子总数还多40个数量级。换句话说，量子场论预测的暗能量密度比实际观测值要大得多，不是大1倍，不是大1亿倍，不是大1兆倍，是大到连把宇宙里所有的零都写出来都困难。物理学家一致同意，这是整个物理学史上最烂的理论预测，没有任何其他预测能和观测数据差出120个数量级。牛顿力学预测地球绕太阳的周期差了不到1/1000秒，量子电动力学计算的电子磁矩精确到11亿分之一，跟实验数据完美吻合，但一到暗能量废了，差了整整120个数量级。更恐怖的是，如果暗能量真的像量子场论预测的那样大，宇宙会怎么样？答案是，宇宙根本不会有今天的模样。那样强大的暗能量具有负压的反引力，会产生巨大的排斥力，宇宙在大爆炸后的一瞬间就会被撕碎，密度涨落来不及形成星系，恒星不会有，行星不会有，原子甚至来不及结合，所有的物质在诞生之前就会被暗能量吹散，像一堆面粉被台风掀了。大爆炸变成大撕裂，生命不可能存在。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宇宙没被撕碎？为什么暗能量恰好小到允许星系形成、恒星燃烧、生命诞生？这个问题，物理学界可以分为2派。一派认为这里一定有某个我们还不知道的物理机制在起作用，可能在量子引力的层面，可能有一种对称性或者抵消机制，让暗能量的实际值变得极低。另一派干脆说，它就是这么大。你之所以觉得它不该这么大，是因为你觉得我们应该是宇宙中唯一的故事。但如果宇宙不止一个呢？这一派就是多重宇宙派。我先不展开，放到下一章说。但暗能量这个10的120次方的问题，是整个现代物理学最核心的危机，也是多重宇宙论最强有力的论据之一。如果你不接受多重宇宙，你就得找到一个能把10的120次方这种变态误差消掉的物理机制。这个机制的难度可能比发明量子力学还高。另外还有一个更细思极恐的维度，暗能量的能量密度恰好处于一个极其微妙的数值范围，偏大一点点，星系形成不了，我们不在；偏小一点点，宇宙早就在大挤压中坍缩回去了，我们也不在。恰好就是这个数值，10的-9次方焦每立方米，不高不低，像一把尺子，精确地量到了头发丝的100万分之一。这种恰好，在物理学和哲学中有一个名字叫微调问题。就好像你买了一居室，但它的温度恰好，湿度恰好，光线恰好，甚至连空气里氧气的比例都恰好精确到小数点后12位，让你觉得这屋子是专门为你造的。这种感觉就对了，不是因为这屋子真为你造的，而是因为如果温度差一点点，你就不在这屋里了。你活在一个允许你存在的宇宙里，这听起来像废话，但这是理解暗能量谜题的唯一钥匙。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做过一个决定，比如说中午吃面还是吃饭，然后突然想，如果我选了另一个选项，世界会不会不一样？按照量子力学多世界诠释的观点，会，
而且不是可能会，是一定会。在你决定吃面的那一瞬间，宇宙分裂成了两个，一个是吃面的宇宙，一个是吃饭的宇宙。两个宇宙都真实存在，在同一个四维时空流行里平行演化，互不干扰，只是你现在待在了吃面的这个说法听起来像喝了假酒之后的脑洞，但它是1957年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叫休埃弗雷特三世的博士生提出的严肃物理理论。埃弗雷特当时被主流物理界当成疯子，他的导师约翰惠勒写信给波尔推荐他，波尔的回应基本是一个呵呵。埃弗雷特一怒之下离开学术界，去搞军工企业，后来过得不太如意，41岁就死了。但多世界诠释在最近20年里翻了身，越来越多的理论物理学家开始认真对待它。至于原因，倒不是因为它特别诗意或者性感，而是因为另外几个解释量子测量问题的方案更烂。哥本哈根诠释说，波函数会在观测时坍缩，但为什么坍缩？怎么坍缩？观测者是什么？一只猫算不算观测者？哥本哈根诠释一概不答，就告诉你闭嘴算就行。埃弗雷特受不了这套，他说波函数从来不坍缩，它只是在不断分裂。每次一个量子态面临多种可能性，宇宙就分叉。一个电子可以同时处于自旋向上和自旋向下的叠加态。当你测量它时，你不是让波函数坍缩到了一个确定状态，而是你和电子纠缠在了一起。在其中一个宇宙里，你看到了向上，在另一个宇宙里，你看到了向下。两个版本的你都真实存在，都在认真做笔记，然后开始写论文。一个写了实验证明电子自旋向上，一个写了实验证明电子自旋向下。两个结论都对，只是在不同的宇宙里。但多世界诠释只是多重宇宙3种主要模型中的一种，而且它解释不了暗能量10的120次方的问题。另外2种多重宇宙模型才是暗能量问题的救星。第一种叫时空多重宇宙，也叫气泡宇宙或永恒爆炸。搞宇宙学的都知道，宇宙在大爆炸后经历了一个叫爆胀的阶段，在10的-35秒内膨胀了至少10的26次方倍。爆胀把量子涨落拉伸成了星系种子，顺便也解释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均匀性。但爆胀最重要的推论是，爆胀一旦开始，就不会在所有的空间同时停下。有些区域爆胀停了，形成了像我们这样的气泡宇宙；有些区域还在继续爆胀，不断产生新的气泡。这就意味着，在我们可观测宇宙之外，还有数不清的其他气泡宇宙，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一套物理常数。暗能量为什么恰好对了？因为在这无数个气泡宇宙中，每个宇宙的暗能量密度是随机的。绝大多数宇宙中，暗能量大到无法形成星系，死了。少数宇宙中，暗能量是合适的，活了。我们就在那少数中的少数里。第二种叫循环多重宇宙或大反弹理论，这是一种在时间维度上的多重宇宙。宇宙不是一次性大爆炸的产物，而是不断轮回的膨胀到极限，然后收缩，再爆炸，再膨胀。每一次轮回，物理常数被重新摇骰子，摇到了什么就是什么。我们的这一轮摇到了生命可能存在的
参数组合。当然，循环宇宙模型面临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挑战，每次轮回中的熵都会比上一轮更高。但如果把暗能量考虑进来，事情就有意思了。一个暗能量驱动的加速膨胀宇宙，在最后的热寂阶段，所有的物质都衰变完了，黑洞也蒸发光了。宇宙是一个极度均匀的低能量的真空状态，这种状态的熵极高，理论上为下一次大反弹提供了热力学条件。不过我也不想忽悠你，这目前还是高度推测性的。物理学家内部对循环宇宙那派也不少人摇摇头，说是纯数学误导。好了，不管是哪种模型，多重宇宙的核心信息是一样的，宇宙不止一个。如果多重宇宙是真的，人则原理这个词我一般在科普里不用，因为被滥用了。但这次确实绕不开，就不是哲学的矫情，而是冷酷的统计必然。在亿万个参数随机的宇宙中，绝大多数是黑暗的死寂，但也必然有极少数的宇宙恰好能孕育出原子、恒星、生命、意识。我们在这个宇宙里问，为什么宇宙恰好是这样？就像一条鱼问，为什么水恰好能让我呼吸？不是天意，是条件概率。物理学家中占多重宇宙派的越来越多，李斯莫林占循环宇宙，安德烈林德占永恒暴胀，肖恩卡罗尔占多世界诠释。当然也有死硬反对派，比如罗杰·彭罗斯，他觉得多重宇宙是一种理论上的懒惰，碰到解释不了的东西就往还有别的宇宙上推。彭罗斯的批评不是没道理，多重宇宙的理论确实面临一个核心问题，验证不了其他宇宙如果跟我们没有任何因果联系，你怎么去检验它存在？但话说回来，200年前如果有人告诉你地球绕太阳转，你也验证不了，那时候还没有视差观察。科学的历史从来不是先证明再承认，而是先大胆预测再等观测。引力波走了100年才被 LIGO 探测到，希格斯粒子走了48年才被 LHC 撞出来。多重宇宙走多久不知道，可能永远没答案，也可能明天就有人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里某个冷斑是另一个宇宙撞上来的痕迹。这个猜想叫 CMB 冷斑碰撞假说。普朗克卫星的数据里确实有几个异常的冷斑，有人认为就是撞痕。行，我不把话说死，多重宇宙目前仍然是假说，不是事实，但它是这么多解释暗能量奇迹的方案里逻辑最自洽，需要的假设最少的那一个。不需要发明新的粒子，不需要修改广义相对论，不需要把10的120次方消掉，只需要承认一件事：我们的宇宙不是唯一的。海王星、反物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这3样东西有个共同点，它们都曾经只是数学公式里的一个解，后来全部被人类亲眼看到了。1845年，法国数学家勒维耶算出了天王星轨道的不规则，预言在它外面一定有一颗未知行星，算好了轨道和质量，寄信给柏林天文台。信的末尾写了观测坐标。柏林天文台的加勒当天晚上就把望远镜对准了那个坐标，海王星在那里，不多不少。1928年，狄拉克在他的方程式里看到了一组不应该存在的解。这组解描述了一种和电子质量相同但带正电荷的粒子。狄拉克犹豫了几年，
最终在1931年发表了他的预言。1932年，安德森在宇宙线里拍到了正电子的轨迹，狄拉克的方程是对的。1948年，乔治·加莫夫和拉尔夫·阿尔菲算出了宇宙大爆炸后应该有残留辐射，温度大概在5开尔文。17年后的一个夏天，新泽西州贝尔实验室的2个无线电工程师阿诺·彭齐亚斯和罗伯特·威尔逊正在调试一个巨型喇叭天线，被一种无处不在的低级噪声烦得要死。他们以为是鸽子在喇叭里拉屎的信号污染，清理了半天鸽子屎，信号还在。最后他们极不情愿地承认，那个噪声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加莫夫算对了，鸽子是冤枉的。历史的规律很清晰，理论先来，数据后到。物理方程是比眼睛更好用的探测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间节点，套用一句不恰当的比喻，有点像1800年的物理学界，热力学来了，经典力学基本成型，但电磁学还没出来。前辈们觉得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基本建成，就等着刷2下墙。错了，错得离谱。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砸下来，把那个大厦砸得渣都不剩。今天的物理学界更诚实，没人敢说大厦建成了，标准模型完美到什么程度？告诉你一个数字，电子的反常磁矩标准模型预测值和实验测量值在小数点后11位一致。这意味着，如果地球的直径预测能精确到一根头发丝的误差，说明你不是在瞎猜。但标准模型也有裂缝，暗能量解释不了，暗物质还没找到粒子，引力还不肯和量子力学联姻。我们今天聊的这4个东西，引力、真空星、白洞、暗能量的诡异巧合、多重宇宙，每一件都踩着标准模型的裂缝。它们不是科幻小说的脑洞，是职业理论物理学家用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场论严格推导出来的结果。它们每一个都曾被当成只有数学意义的冷笑话，每一个都有严肃的原理性和观测锚点来支撑其存在的可能性。引力真空星有 EHT 照片不排除，白洞有信息悖论要靠它解，暗能量10的120次方是硬邦邦的观测事实，多重宇宙是人则原理不再幼稚的必要前提。这4件事有哪一件会在你有生之年被证实？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人类从来不是先看到再相信的物种。人类在还没有离开过地球的时候，就已经在算宇宙的年龄了；在还没造出显微镜的时候，就已经预言原子的存在了；在还没有任何望远镜看到银河系外的时候，就已经算出仙女座星系有多远，离我们多远了。这不是狂妄，这是物理方程的信用记录，他们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至少在观测能追上的那一天，从来没失望过。